2024年10月1日，一则震惊全国的消息传开，湖南邵阳市公安局长李长月在国庆升旗仪式上遭下属枪击身亡。据多方消息源证实，当天早上8点10分，邵阳市公安局正在举行升旗仪式。就在李长月发表讲话时，特警2大队副大队长段鹏突然掏出配枪，对着李长月近距离连开2枪，随后将枪口对准自己，现场顿时陷入一片混乱。李长月当场倒地，生还可能性极低。段鹏因被他人阻挠自杀未遂，但已被控制。据悉，段鹏曾获全国公安机关成绩突出青年民警称号，此举令人震惊。有消息称，段鹏行凶原因可能有3：一是李长月上任后长期打压他，收受贿赂后提拔他人为大队长；二是段鹏原本已请假，准备带家人外出旅游，却被强制取消假期；三是两人在之前处理某案件时就已结下仇怨。这一事件在网络上引发热议，但随即遭到全面封杀。目前，在各大社交媒体平台上已无法搜索到相关信息，但搜索栏的自动联想功能仍显示诸如邵阳市公安局、邵阳开枪等词条，引发诸多猜测。这并非孤立。近期，中国各地官员遇袭事件频发。9月30日，辽宁锦州一副市长全家6口惨遭灭门。9月19日，湖南财政厅厅长刘文杰被债主从楼上扔下身亡。8月15日，河北省邯郸银行董事长郑志英大白天在办公室被杀。8月7日，河南一名法官王佳佳在家门口被砍杀。短短半个月内，至少5名中高级官员惨遭杀害。有评论认为，这预示着中国社会矛盾激化，民怨沸腾，已进入疯狂杀官新阶段。然而，官员遇袭只是冰山一角，普通民众的处境更加艰难。国庆期间，多起恶性伤人事件接连发生。9月30日晚，上海松江区一商场内，37岁男子林某持刀随机砍人，造成3死15伤。官方称其因个人经济纠纷来沪泄愤。9月23日，江苏启东一名55岁低保男因低保被取消，冲进村委会将25岁女网歌员杀害后自杀。9月18日，一名男子在街头持刀刺杀一名10岁日本男孩，引发国际关注。这些案件的背后折射出中国社会的深层矛盾：经济下行，失业率攀升，民众生活压力剧增。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，2024年8月，城镇调查失业率高达 6.8%，16至24岁年轻人失业率更是飙升至 21.3%， 创历史新高。与此同时，贫富差距持续扩大。胡润研究院报告显示，截至2024年9月，中国亿万富豪人数达到1133人，较去年增长 15%。而另一边，据世界银行估算，中国仍有约 3.7 亿人每天生活费不足5.5美元。这种巨大的贫富悬殊加剧了社会矛盾。有学者指出，中国正步入一个后明时代，如同明朝末年的江南奴变，底层民众的反抗情绪正在酝酿。经济方面，中国增速持续放缓，2024年第3季度 GDP 同比增长仅为 4.2%， 远低于官方 6.5% 的目标。多个行业陷入困境，房地产8月70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指数同比下跌 5.3%， 连续13个月下跌。北京餐饮业利润同比下滑 88.8%。9月官方制造业 PMI 为 49.1， 连续6个月位于荣枯线以下。为提振经济，政府出台多项措施，如下调首套房贷首付比例至 15%， 但效果有限。有网友讽刺称，把上吊的绳子往下调10厘米，让个头矮的兄弟也能上去。与此同时，普通民众生活愈发艰难。
一项调查显示，2024年中国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仅为 3.2 万元，较2023年下降 8.6%。另有报道称，杭州一名外卖员因过度劳累猝死在电瓶车上，路人还以为他只是在小憩。教育系统也面临严峻挑战。一项针对全国31个省份的调查显示，2024年大学生平均就业率仅为 68.3%， 创10年新低。与此同时，学生负担却在加重。教育部数据显示，2024年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每周平均作业时间达到 15.6 小时，比2023年增加了 2.3 小时。更令人担忧的是，一些极端思潮开始在大学生中蔓延。据不完全统计，2024年前9个月，全国至少有27所高校的学生宿舍出现悬挂毛泽东头像的现象。有学者分析，这反映了年轻人对现状的不满和对强人政治的向往。与此同时，政府对教育的管控似乎也在加强。有消息称，多地开始在校服中植入芯片，以加强对学生的监管。这引发了社会的广泛争议，有人将其比作从娃娃抓起的电子镣铐。医疗体系同样显露出崩溃的迹象。卫健委数据显示，2024年前3季度，全国3甲医院平均住院费用达到25647元，同比增长 18.3%。而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增长 3.2%。更令人心酸的是，许多人因无力支付医疗费而放弃治疗。一则新闻引发广泛关注，成都一名33岁外卖员因脑溢血入院，妻子因无力支付高额医疗费而决定放弃治疗。这则新闻在网上引发热议，有人感叹在中国，生病就是家庭的灾难。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，政府似乎更关注对外援助。据报道，中国政府宣布援非3600亿元，并与46个非洲医院开展对口合作。这一消息引发国内不满，有网友质疑为什么不把钱用在国内民众身上。随着社会矛盾的激化，中国的社会信任度似乎也在急剧下降。一项由中国社科院进行的全国性调查显示，2024年中国社会信任指数降至 5.2， 满分10分，创2000年以来新低。这种信任危机体现在方方面面，从频发的食品安全事件，到层出不穷的电信诈骗案，再到官员贪腐丑闻，都在动摇着社会的根基。最新曝光的一起贪腐案件令人触目惊心，前贵州省委书记孙志刚被查出贪污 8.13 亿元。更令人愤怒的是，这些明目张胆的腐败行为竟然长达10年未被发现。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，一名农村低保户存款超过2万元就迅速被取消低保资格。这种巨大的反差引发了公众对社会公平正义的质疑。面对种种社会问题，政府似乎更倾向于掩盖而非解决。一位资深媒体人透露，2024年前3季度，全国舆情维稳支出达到2786亿元，同比增长 23.7%。这意味着平均每天有超过10亿元用于维稳。面对如此严峻的社会现状，中国的未来将何去何从？知名作家李承鹏认为，中国正处于一个类似于明朝末年的后明时代，社会矛盾激化，底层反抗情绪高涨，但统治阶层似乎仍在沉醉于盛世的幻想中。李承鹏表示，现在的情况就像满天的杀鸡在飞，大家都看到了不祥之兆，但没人敢说出来。他指的是明朝末年，北京城突然出现大量杀鸡，预示着女真骑兵即将入侵，但朝廷上下却视若无睹。李承鹏认为，中国可能正面临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折点。从民众行为模式的变化就可见一斑，从跪地求告
到跳楼自杀，再到如今的杀官潮，折射出人民从相信青天大老爷到绝望于前途，最后到以命换命的心理轨迹。然而，面对这种危机，官方似乎仍在试图粉饰太平。2024年10月1日，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称，中国经济运行延续稳中有进的态势。这种与现实严重脱节的表述，引发了公众的嘲讽和不满。李承鹏警告，如果政府继续无视民众诉求，固守己见，中国可能会重蹈法国大革命前夕的覆辙。正如路易16在巴士底狱被攻陷的那天，仍在日记中写下今日无事一样，当权者的麻木不仁终将引发灾难性的后果。面对种种挑战，中国究竟能否化险为夷？这个自诩有着数千年文明的国度，是否真能从历史中汲取教训，在风雨中寻找新的方向，还是会重蹈历史覆辙，陷入更深的泥潭？恐怕连最乐观的历史学家也难以预料。但有一点是确定的，中国正处于一个风雨飘摇的时代，每个人都将亲身经历这场巨变，无人能够置身事外。